嗨，欢迎来到扭转乾坤，一个让你看透股市的频道。这里我们将为你讲解马股的大小事。前一支影片我们做了一支分析多法玛和法玛尼亚嘎业绩和谈疫苗概念股基本面的影片。最近看到很多人都在问关于银行股的分析，那么今天小编我就来谈银行股，并且教大家如何分析它们。开始前，喜欢我们影片的朋友记得订阅、点赞、分享并打开小铃铛哦。那么其实银行股比其他股票分析来的费事，他们的计算方式和运作与其他公司不同。有看过他们业绩报告的朋友应该都知道，通常别家公司的季度报告都是几十页，而银行股的业绩报告动不动就上百页，而且银行的 valuation 价值计算方式也跟其他公司不同。为了避免之后小编我分析银行的业绩报告时大家听不明白，今天小编我就先来教大家怎样去计算银行股的价值。那么教你们计算前，小编就来科普一下为什么银行股那么好，银行到底是怎样赚钱的，和银行主要分成多少类。首先我们来了解一下银行股的强项。就拿股神巴菲特来说，截至2020年9月的数据，巴菲特旗下的公司 Berkshire Hathaway 手上250 billion 的投资基金，有大约 25% 都是投资在了银行股。他给出的原因非常简单，第一，银行在这个社会里面扮演着一个很重要并且永远不会消失的角色。第二，银行的生意模式非常简单明了，全部都是在做同一种生意。而第三，就是虽然大多数银行都从2008年股灾恢复了，他们的股价还是很值得去投资。简单说完银行股的好处，我们来看看银行是怎样赚钱的。简单来说，传统的银行赚钱模式就是把你们存的钱借出去，然后收取比你们存款利息更高的贷款利息，来赚取中间的差价，称为 Net Interest Margin。 而这个 Net Interest Margin 的计算方式等下我们会说到。那么问题来了，银行的利息又是以什么为标准呢？这个我们就要看马来西亚国家银行 Bank Negara Malaysia 了，因为他们会设定一个叫 OPR 的东西，也就是 Overnight Interest Rate。相信很多人肯定最近在报纸还是新闻上时常看到这个 OPR。 那么它到底是什么呢？简单来说，它就是银行与银行之间借钱贷款的利息，因此银行会依据 OPR 来调整 Base Rate、Base Lending Rate 和 Base Financing Rate。 所以 OPR Rate 高的话，银行就能调高利息，从而赚取更多钱。但是现在因为疫情的冲击，我们可以看到国家为了刺激经济使用了宽松政策，把 OPR 降低，让你们更舍得花你们手上的钱来刺激经济。此外，现在很多银行都有其他非利息收入，比如说 Transaction Fee、Overdraft Charges、Mortgage Fee、Trading Fee 等等，这些都是为了分散他们的收入的方法，以面对当利息被 OPR 减低时有个稳定的收入。那么为什么小编要让你们了解银行是怎么赚钱的呢？因为这样你们才会知道什么东西会影响银行的盈利，从而影响股价，这样你们以后才能大概预测到银行股的走势。接下来我们可以把马来西亚的银行分为3大类，分别是我们平时用的商业银行、大公司用的投资银行和存款利息高的回教银行。商业银行也有些区别，有些是注重于私人户口类型，而有些是偏向公司户口和商务户口的。这些在之后分析各个银行股的时候，小编会继续提到。那么在马来西亚，我们总共有26家商业银行、16家回教银行和11家投资银行。但是我们在股市里看到的银行通常都是通用的 Universal Bank， 也就是说 Commercial、Islamic 和 Investment 他们通常都有包办，就比如说 Maybank、Public Bank 和 CIMB Bank。 而且银行股在马股10大蓝筹里就占了4家，他们分别是 Maybank、Public Bank、Hong Leong Bank 和 CIMB Bank。 那么说完了这些，我们就进入今天的主题，教大家几个计算银行的 Profitability Ratio 盈利比的方式。第一个就是刚刚提到的 Net Interest Margin 净息差，算法很简单，那就是用 Interest Income利息收入减去 interest expenses 利息支出除以 gross loan 贷款总额，而且这个 net interest margin 越高越好。打个比方，最新的年度银行行业净息差是大概在 2.1% 左右，而 Maybank 的净息差是在 2.3%， 所以 Maybank 会比行业的平均表现得更好。接下来要说的是 ROE Return on Equity 净资产回报率。 ROE 的意思就是公司的净资产能产生多少%的盈利回报，净资产回报率越高，证明公司将股东的资产发挥得更有效率。那么 ROE 的计算方式就是用净盈利
net income 除以公司的平均净资产 average total shareholders equity 再乘以100%。那么我再用 Maybank 为例子，截至6月30号 Maybank 的均净资产是83245个 million， 而盈利是7681个 million， 所以 ROE 就会是 9.23%， 比行业平均的 ROE 8.5% 高出了 0.73%。之后我们再来看看 ROA Return on Asset 资产回报率，意思就是公司的资产能产生多少%的盈利回报。这个计算方式跟刚才的股票回报率不同的地方就是在于资产是净资产加上公司的负债，也就是说刚刚用的是 equity， 现在用的是 asset， 而 asset 等于 equity 加了 liability， 而它的计算方式也跟之前的相似，那么就是用净盈利 net income 除以公司的平均资产 average total asset 再乘以100%。还是用 Maybank 为例子，截至6月30号 Maybank 的平均资产是836198个 million， 而盈利是7681个 million， 所以 ROA 就会是 0.98%， 和行业平均相等。那么很多人就会问了，为什么 ROE 和 ROA 都必须要知道呢？原因就是因为 ROE 是测量银行使用股东资产的效率，而 ROA 是测量银行使用他们所有包括贷款在内的金融资源的效率。所以如果 ROE 高，可是 ROA 低，可能就是因为银行没有真正完善的使用他们的所有资源。那么说完了怎么评估银行的盈利，我们接下来就教大家怎样评估银行的风险。首先就是这个 Gross Impaired Loan Ratio 总减值贷款比率。简单来说呢，就是减值贷款占了银行总贷款的比率有多少，这个比率是越高越不健康的。举个例子，在最新年度我们看到银行领域的 Gross Impaired Loan Ratio 是大约平均在 0.98% 左右，而 Maybank 上个年度的 Gross Impaired Loan Ratio 却是 2.29%， 比银行领域平均高了 1.31%。 背后的原因是因为一个叫 FRS 139的东西，这个东西有时间我们以后会再说明。那么除了 Gross Impaired Loan Ratio， 我们通常也可以看到人们会用 Price to Book Value 股价资产比来为银行估值，但是小编个人是比较喜欢用 Price to Tangible Book Value， 也就是股价有形资产比来为银行股估值。它们两者之间的差别就是股价资产比包括了商誉 Goodwill 和其他无形资产 Intangible Asset， 而股价有形资产比只包括了可以被衡量的资产 Tangible Asset。 小编认为这样会比较准确。那么近12个月银行的 Price to Tangible Book Value 到底是多少呢？它是在大概0至2之间哦。如果刚才所说的都听不懂的话，那么最简单的方式就是看 PE 了， Price to Earning Ratio， 但并不是简简单单的只看现在的 PE 而已，你们必须大概预测银行接下来的盈利，再去自己把 PE 算出来，不然大家都能做股神了。此外，相信很多人买银行股也是为了它的利息吧，所以银行股的需求量也会被股息影响哦。但是在上个季度，马股的10只银行股内只有 Hong Leong Bank 派发股息而已，而 Public Bank 也在2005年来第一次在第2季度没有派发股息，相信这也是银行股失宠的其中一个原因。那么到底银行股值不值得投资呢？接下来等银行的季度报告出完之后，我们会一一为你们分析哦。大家可以在下面留言你们最想要小编分析的银行股，哪家最多留言，小编就会优先分析哦。请大家敬请期待，谢谢大家的收看。